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暢漫。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耶穌話：不要害怕，只要信。但係對於嗰啲具有科學頭腦、凡事講求證據嘅人，例如郭永官醫生 Jason， 要佢相信天主，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Jason 嘅感化皈依過程就足足用咗38年嘅時間。即係我領洗之前咧，其實好多嘢都係即係挑戰天主嘅。第一，天主有冇存在先，係咪？第二咧，即係天主嘅作為。其實用我哋而家嘅人嘅眼光，即係諗法嘅思想去睇咧，其實好多嘢係唔合理嘅啊！咁亦都時咧，即係天主亦都係俾即係好多時佢有佢慈祥嘅一面，亦都咧係表現出咧佢好嚴厲嗰一面嘅啊！咁亦都覺得佢即係有啲好多行徑咧，其實唔公平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係成日挑戰呢樣嘢。無獨有偶 ，Jason 嘅慕道班導師盧健全 Edmund 當年亦都係呢一種每事問嘅人噃。但係天主嘅奧秘實在唔係常人能夠輕易理解嘅。我好能夠明白佢嘅心情嘅，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樣樣。雖然係唔同嘅方式啊，因為我曾幾何時我亦都係有好多嘅問題對於教會，甚至係一個幾反叛嘅一個人，好多嘢係唔聽所謂唔聽教會之笛。一個人對宗教嘅議題越多疑惑，其實可能就係表示佢越想尋求真理。咁講起阿 Jason 最初同我見面，佢嗰種熱忱啦，佢自己自動自覺咁去做好多嘅 research，問好多嘅問題，佢亦都因為呢啲問題棘住佢而唔願意去領洗。咁以前讀福音嘅時間，聽到耶穌講，佢100隻羊，佢遺失咗隻羊，佢會掉低另外嗰99隻羊去揾呢隻羊，而佢揾到之後咧，佢會大肆慶祝。咁亦都係嗰個浪子回頭嗰個故事。浪子個爸爸都未死，佢已經要分咗佢身家，然之後跟住出去花天酒地，係嘛？跟住衰咗啦，佢諗翻起爸爸嘅慈愛，佢翻去揾佢爸爸。而佢爸爸係喺佢未翻到嚟之前，就已經離遠見到佢，已經係去迎接佢、擁抱佢，並且大肆慶祝。咁呢兩個故事咧，我當時以前係完全唔明白呢個道理。點解即係咁偏心嘅？天主咁偏心嘅，係嘛？即係一啲都唔公平嘅，其實係嘛？有趣嘅係，當佢發現自己就係呢一隻歧路亡羊嘅時候，佢見證到天主嘅不離不棄，而深深受到感動。但係呢個其實就係我嘅反應啊！即係我其實就係呢隻迷途嘅羔羊，咁而天主亦都係好珍惜、好憐憫。咁呢個直情當浪子回頭，直情一個浪子添啦！我都唔知走咗去，出咗去出邊都幾多10年。係完全冇接觸過天主噶啦，其實咁即係可以好明顯係見出天主嘅慈愛啦。喺聖母嘅道理上邊咧，亦都係一個好困擾佢嘅問題嚟嘅。Jason 亦都喺呢方面研究咗好多。對於好多非教徒甚至基督教嘅朋友，都唔係好理解天主教徒對聖母瑪利亞嘅敬禮，誤會佢哋拜聖母。其實天主教徒明白，聖母亦都係世人嘅慈母，佢將世人指向耶穌，仲為佢哋代禱添。咁我諗困擾咗，我諗唔單止我一個啦，困擾咗好多人嘅，都仲係第一原罪嗰樣嘢啦，係咪？即係一人凡事一人當啫，係咪？罪不言子孫噶嘛，係咪？咁點解亞當夏娃犯罪係一路延遲地嚟我哋咧？關於原罪嘅問題，好多人都唔能夠理解。而家 Jason 嘗試用醫學嘅觀點去分析，聽嚟都有啲道理噃。咁其實咧喺醫學度咧，可以有少少解釋到嘅。譬如好多遺傳嘅毛病，
咁唔關我呢代嘅事，但係因為我父母甚至我嘅祖先係因為帶有呢個有缺陷嘅遺傳基因，咁所以咧我咪一路落到嚟，我有呢個病咯，甚至有啲傳染病，好明顯嘅就乙型肝炎呢個病，好多現今嘅乙型肝炎帶菌者，只不過媽媽本身又係帶菌者，咁啊再將呢個病傳染過嚟，咁所以咧就慢慢咧又感受到點解唔係我犯嘅罪，唔係我犯嘅錯都可以因此而我會有呢個病，甚至有呢個罪咧咁。耶穌釘十字苦架，由於Jason 自己嘅嗰個醫學嘅背景咧，佢亦都花咗好多嘅功夫去研究福音裏邊所記載耶穌被釘苦架嘅嗰個過程，佢死亡嘅時候嗰個過程，從佢醫學嘅角度又點樣睇？咁所有呢啲記載咧，都好能夠配合到佢自己嗰個醫學上邊嘅背景嘅認識。咁於是乎亦都係加深咗佢對福音嘅嗰個接受嘅嚇。咁所以佢嗰個反應係好強烈。喺領洗之前 ，Jason 仲透過一啲特別嘅事件接受天主嘅淨化。其中一件事係發生喺2002年，啱啱喺多倫多舉行嘅世界青年節。世青節係由已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喺1984年構思發起嘅，每2-3年舉行一次，等全世界嘅青年信友透過互相交流，從而加深信仰。呢個活動對後世嘅影響好大。Jason 適逢其會，亦都有陪太太 Cindy 參加。佢印象最深刻嘅係喺世青節閉幕嗰日，冒住風雨泥濘去參加由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喺登士維公園舉行嘅閉幕彌撒。教宗一出現咧，直情係停晒雨、停晒風添，個太陽出埋嚟添，咁即係好奇妙啦。其實我對教宗一路嘅認識唔深嘅，咁但係之後嗰日就好留心聽佢嘅講道啦。咁以後亦都係留意佢嘅行蹤啊，佢出嗰啲書啊，同埋佢啲教訓啊咁樣，好受佢好大嘅影響啦。Jason 特別尊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嘅2件行事。第一就係佢為聖教會幾千年所犯下嘅大錯誤、小錯誤咧，向全世界道歉啊！咁同埋第二咧，咁佢亦都寬恕咗用槍打傷咗佢嗰位人士。咁完全係實行咗耶穌喺教導嘅天主經裏頭嘅教訓，即係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咁即係佢可以真正咁即係實行到耶穌嘅教訓咯。身體神學係聖若望保祿二世由1979至到1984年間嘅教導，針對世人對性、愛、身體同家庭嘅謬誤而作嘅偉大著述。亦都非常之佩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時無天下之大偉，係向大眾講解天主教對性嗰個見解，咁同埋天主教對呢個婚姻同埋墮胎去堅持嘅立場。聖若望保祿二世嘅另外一篇文獻《天主教看苦難的救贖意義》，亦都對 Jason 有好深刻嘅影響。呢個係相當之深，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佢呢個文獻，咁足之明白咗即係苦難嘅來源同埋苦難嘅原因。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咧，係困擾咗好多人。點解第一會有苦難出現？點解一個咁仁慈、咁慈悲嘅天主可以容忍呢啲苦難出現？呢個係相當之大嘅一個課題嚟嘅。咁就係我即係研究咗佢呢篇咁嘅文獻之後咧，即係豁然大悟，原來我哋嘅受苦受難係可以聯合埋耶穌基督嘅受苦受難，係達到呢個救世呢個工程。所以我哋受嘅苦其實係非常之咁有佢嘅意義喺度。Jason 領洗之前嘅第2件特別事件係喺2003年，一本懸疑小說《達文西密碼》喺美國出版。作者丹布朗，佢嘅名原本係不見經傳嘅，但係佢對早期教會嘅內情煞有介事嘅寫法非常之引人入勝，使呢本書成為超級暢銷書。Jason 當時亦都以一讀為快。當時咧《達文西密碼》出版嘅時間咧，喺信奉基督宗教裏頭咧掀起好大嘅波瀾嘅，即係可能好多即係信德薄弱嘅教友咧就受困擾啊，甚至可能離開咗教會都未定。咁但係咧就好彩喎，因為我係受呢個即係醫學嘅科學論證啊嗰啲咁嘅訓練，
咁於是咧就查考咗好多關於早期教會啊、耶穌生平嗰啲文獻啊咁，發覺咧佢呢本書咧，即係雖然娛樂性係好豐富，但係咧其實係滿紙荒唐言，好多嘢都係錯嘅，又似是而非啊咁樣。估唔到 Jason 呢一種尋根究底嘅科學精神，反而令佢深刻了解耶穌嘅生平同埋早期教會嘅運作，從而加深咗佢嘅信德。當一個人佢本來係唔信，甚至係反叛，而且係好固執地，好多年都唔肯去信。佢唔係話因為懶唔信，而係因為有一啲嘢棘住佢。而到後來佢終於睇到啦，願意去信嘅時候咧，呢啲人咧往往係教會裏邊能夠好有貢獻，對教會好有幫助嘅一啲人。聖奧斯定係教會史上有名嘅歸化者之一。奧斯定喺青少年時期信奉邪教，生活放蕩。佢嘅媽媽聖莫尼加日夜為佢祈禱。奧斯定終於喺32歲嗰年受天主感化，後來甚至成為教會早期嘅偉大聖師。天主咧就好慈悲嘅，咁當時我哋即係充滿叛逆嘅性格，亦都自己即係有少少成就，自以為自己好叻嗰個時間，係完全聽唔入天主嘅福音、天主嘅教訓、天主嘅召喚，其實完全係置諸不理嘅。咁但天主又放長線，同埋放長線有嚟出去見下世面，你可以接觸咗社會唔同嘅階層，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宗教。咁但係天主咧就慢慢係收翻條線，唔止慢慢就知道即係情勢危急啦。呢個人已經泥足太深陷，要急 call 佢㗎啦。佢點解咁樣講呢？原來係同 Jason 嘅職業有好大嘅關係㗎噃。天主要拯救呢個靈魂。咁喺香港我做骨科醫生，醫嗰啲咧通常咧筋骨上嘅毛病啊、創傷嘅病痛啊咁，唔會因為喺呢個職業上咧係犯咗呢啲大罪。Jason 移民加拿大之後，轉業成咗家庭科醫生，需要醫治唔同嘅疾病，其中有唔少病人要求墮胎或者避孕。喺醫學界，尤其是我哋讀書個年代咧，係生命咧係始於精子卵與卵子結合嗰一剎那嚟噶嘛。咁所以以我自己一路嘅良知嚟講都好啦，我一路其實都反對墮胎嘅，但係因為工作上嘅需要，冇法子唔做。尤其是加拿大嘅法律就係，醫生其實係唔可以因為自己嘅宗教信仰，或者因為佢嘅道德良知，而唔為病人提供病人要求嘅治療。但係當 Jason 聽咗 Edmund 喺慕道再慕道嘅講解之後，知道墮胎係違反生命嘅罪行，不論對未出生嘅嬰兒、佢嘅父母以至整個社會都造成極大嘅傷害，而人工避孕亦都係違反天主教教理嘅行為。所以一聽當然話嚇咗一跳。魂不附體啊，面流甲背，當時深沉大罪惡㗎啦。其實即係做咗咁多年醫生，雖然唔係我自己墮胎，但係其實死子去同佢安排要墮胎咧，其實都已經係幫兇嚟㗎啦。咁就原來避孕都係一個大罪嚟嘅。咁其實即係天主可以可以懲罰我嘅，做咗咁多嘅即係呢咁大罪，但天主憐憫。即係為咗救呢個靈魂咧，佢用咗好多嘅方法，使我明白咗呢個道理，咁而就歸向翻天主咯。Jason 從此唔再轉介病人做人工流產，而且耐心咁勸告佢哋考慮打消墮胎呢一個念頭。天主教咧係唔準用嘅咧，就係呢個人工避孕法，因為呢個係違反咗呢個夫妻關係嗰個共用性。同埋嗰個即係生產呢個能力啊，咁但係咧天主教係容許一個咧自然家庭計劃法。Jason 領洗之後，特別去學習同埋推廣教區認可嘅自然家庭計劃法，而且喺公開講座嗰度揭露人工避孕法嘅副作用同埋併發症，等公眾自己抉擇。咁我學嗰個咧叫 Billings Ovulation Method， 比林斯同佢太太兩位都係澳洲嘅醫生，咁用咗好多時間咧研究呢個即係唔用人工避孕法，用呢個自然家庭計劃法，係運用咗即係天主賦予女性佢嗰個週期行使呢個咁嘅家庭計劃法。Jason 亦都運用佢嘅醫學知識講解生死嘅問題，特別係安樂死同埋病危嘅時候唔施行心肺復甦嘅分別。
以前叫做安樂死，其實係即係美化咗呢個名，其實就唔係安樂死，其實呢個叫醫助自殺，由醫護人員協助嘅自殺。自殺亦都係天主教所唔容許嘅，但係 Jason 澄清咗，如果醫生證實病人已經腦幹死亡，家人係可以同意唔施行心肺復甦嘅。呢個同醫助自殺係有本質上嘅唔同嘅。英文叫 DNR，do not resuscitate， 即係唔好急救，佢其實已經係喺醫學上佢已經死咗㗎啦。係你勉強延長佢嘅生命，其實等於延長佢嘅痛苦。到咗呢個時候 ，Jason 對天主口服心服，終於喺55歲嗰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對於 Jason 嘅感化皈依，最開心嘅當然係佢太太 Cindy 啦。信咗教之後咧，就會變咗感性多咗啦，咁啊仲體諒咗啦。我哋可以一齊望彌撒啦，一齊喺堂區服務啦，一齊去朝聖啊咁樣，咁自自然然話題啊多咗啦，咁啊即係關係一定有幫助嘅。咁一直以來咧，即係我希望佢都同意咧，我對佢都唔差咧，即係佢覺得我即係佢可以得到幸福快樂啦啊！我最少即係作為一個丈夫或者作為兩個孩子嘅爸爸，希望都即係合格啦咁。但係信咗即係明白咗天主嘅道理咧，呢個簡直咧更加係就係好奧妙嘅，因為原來天主教訓咧係夫妻二人行為一體呢個道理係嘛？咁其實就係反映翻天主聖三嘅愛喺裏邊。咁變咗而家即係更加要全心全力咁去愛我太太。咁所以我其實好感恩嘅，好多謝天主，好多謝各位神長同埋佢兩位舞蹈老師啦，阿 Edmund 同埋阿 Agnes 啦。即係天主賜俾我生命之外咧，即係我太太都係天主賜俾我一份非常之好嘅禮物嚟㗎啦。我哋成日話我哋愛天主，因為我睇唔到嘅天主，我話愛，但係如果我對我身邊嘅最好嘅人，我睇到嘅人都唔可以表達我個愛嘅話，咁我可以點樣自誇我係愛天主咧？咁所以天主誡命都係要愛天主同愛人。咁我希望我太太係感受到，即係我信咗天主之後，我對佢嘅愛係比以前更加多啦。結發夫妻愛沒異，柔情蜜意兩心知，長相敬慕長相戀，落手分盟永不移。呢個係 Jason 喺結婚20週年紀念嘅時候寫俾太太嘅情詩。Jason 亦都好樂意同人分享佢終於感悟咗嘅基督喜訊。我哋譬如有一班醫生同事啊，咁啊一齊成日飲茶，咁啊有陣時講起呢啲道理啊，佢又滔滔不絕咁講嘅。咁啊仲有做下出邊嗰啲社區嗰啲活動啊，咁好多時啲人啊你天主教徒喎咁樣，咁我覺得係好好嘅福傳咯。Cindy 身受其利，亦都好想將獲得喜樂嘅途徑同大家共享。好想邀請佢哋咧，就唔好做主日教友，咁咧就多啲參與堂區活動，多啲同神長、神父啊溝通，咁樣咧就天主嗰啲恩寵，你係想像唔到，會好豐盛嘅。Jason 一向已經熱心公益，成為天主教徒之後，更加不遺餘力咁去為教會做事。我一直以嚟，即係自己引以為豪嘅，聰明啊、智慧啊、才幹啊、學識啊、名譽啊、地位啊，咁都以為我自己即係努力辛勞嘅成果。咁其實後嚟咧就發覺咗，咁呢個咧我喺辛勞努力嘅背後咧，其實呢啲係天主嘅恩賜嚟嘅啊。咁好明顯嘅，我哋生命係天主白白咁賜俾我哋。咁其他嘅更加即係都唔使多講噶啦。咁我覺得我係應該係要將自己奉獻翻俾天主，同時咧亦都係要將自己當一份禮物送俾其他嘅人。經過呢一個所謂 conversion 呢個改造歸化之後咧，呢啲人係特別係會熱心嘅嚇，因為過去棘住佢嗰啲嘢咧已經過咗啦，而嗰啲棘住佢嘢咧，反為成為今日嘅一個推動力嚇。因為呢啲以前令到佢唔信嘅嘢，而家佢睇到哦，原來係我自己以前錯，以前我睇唔到，唔係話教會錯，
咁於是乎咧，而家咧我更加要去幫嗰啲好似我以前咁樣係犯同樣嘅毛病嘅人咧，係讓佢睇到。咁領咗洗之後咧，即係已經明白咗呢個道理啦。其實白白浪費咗幾十年嘅光陰。咁所以咧就要急起直追啦。帶領童軍活動，成立萬錦市第333女童軍，係當初引領 Jason 返聖堂嘅契機，而家仍然係佢喺教堂裏邊主要嘅活動之一。此外，佢參加咗聖言宣讀組，喺主日彌撒裏邊負責宣讀聖經。喺2009年 ，Jason 同多位熱心人士喺中華殉道聖人堂嗰度成立伴你行癌症病人關顧小組，仲擔任醫學顧問添。佢亦都為中華殉道聖人堂每週出版嘅《堂區通訊》撰寫一個有關醫藥常識嘅專欄，同讀者分享健康之道，內容深入淺出，好受讀者嘅歡迎。我會好教過神父啦。對神父好事，好幾次聖堂發生老人家暈倒都是可以處理。Jason 喺幾年前參加咗哥倫布騎士會，成為騎士。佢更加喺2012年喺中華殉道聖人堂創立咗大多市嘅第3個華人騎士會分會。咁呢個哥倫布騎士會咧係而家嚟講咧係全世界最大嘅平信徒嘅天主教嘅組織。咁我哋咧係幫堂區啊、社區啊、教區啊，甚至全世界咧係做一啲服務。咁我哋宗旨咧都仲係做一即係慈善嘅服務嘅。騎士會做咗2年，從佢開始一路發展好好嘅，得到教育的認可，幫助教育啊，特別上下車啊，幫忙啊，然後聖堂做好的信息。2年前 ，Jason 將佢喺堂區通訊所寫嘅醫藥專欄文章《平安是福》結集出版，仲拎嚟義賣添。佢買咗書，1分錢只給我攞出來做一個乾貨乾糧，特別幫助我們修會培養信教。我認為佢真的做得好，可以算作模範夫婦。工作啊、信仰啊、家庭啊，佢都能夠 balance。能夠處理得好，夫妻一齊作業呢就都能懂得佢為聖堂作業，為天主作業，太太也能理解佢，反過來佢也能理解太太，這個就最緊要彼此能夠理解，能夠信任，能夠包容。Jason 一向都熱愛運動，喺香港嘅時候曾經擔任伊利沙伯醫院醫生足球隊嘅隊長，佢仲考咗太極拳師資訓練證書添。移民之後，佢除咗自己經常鍛煉之外，仲喺唔同嘅地方，包括耆輝會同埋中華殉道聖人堂等，義務教授太極。Jason 係全職醫生，佢不但只為聖堂服務，亦都有喺其他社區，包括加拿大癌症協會、糖尿病協會等服務。所以認識佢嘅人都有一個疑問：究竟佢每日係咪有48個鐘頭嘅呢？福音裏邊亦都有講話，給誰的多，向誰要的也多。Jason 佢好難得，因為照我所認識佢咧，就係佢喺呢個時間嘅分配上邊咧，佢係有一啲，亦都係一個可以講話係天主俾佢嘅 gift 嚟嘅嚇。佢係一個好好嘅 time management 嘅人，所以佢點解能夠做事咁 efficient？我可以即係 set priority，喺啲咩情況之下，我用多啲時間啊，咩情況之嘢嗰啲嘢，我係盡量少用啊咁樣。可以將啲時間分配得係好啲，咁可以即係幫天主啊，幫其他社區咧係提供多啲服務出嚟咯。我好佩服啊 Jason，佢係一個好謙卑嘅人，就好似伯多祿咁樣樣嚇。當佢感受到耶穌嘅 holiness， 當佢嗰個阻隔冇咗之後咧，佢縱使佢自己喺事業上邊啊、辦事嘅能力各方面，佢都係相當卓越嘅，但係佢好能夠謙卑自己，去為堂區為教友做好多事情。每一位教友咧領洗嘅時間咧都要有一位聖名，咁我要揾佢做佢嘅主保聖人，以佢嘅所行所言作為我哋嘅模範。咁我揀嘅咧就係聖 Cosmas， 中文譯出嚟叫做葛斯密。葛斯密同埋佢嘅孖生兄弟達尼安，生於公元第3世紀，都係醫生嘅主保，亦都係殉道聖人，好受教會推崇。喺嗰個年代，如果識醫病嘅咧，好多人都認為係神嘅恩賜。咁佢兩位咧受到天主嘅恩寵，但係佢哋唔會因此而借呢個咁嘅本領
去斂財。咁我好受佢呢種咁嘅思想咁感動，咁就好吻合我行醫嗰個性格啊咁樣。咁我而家環顧我好多同學朋友之中咧，我希望可以揾到我孖生兄弟 Damian， 用我咁樣嘅一齊嘅行醫嘅理想啊。如果可以用聖保祿嘅改造嚟比喻 Jason 嘅皈依，聖保祿從一個對天主教徒嘅迫害者，成為外邦人嘅宗徒，馬不停蹄咁去各地傳播福音。而 Jason 嘅感化皈依，不但止令佢本人得到救恩，亦都對佢嘅家人同埋社會大眾帶嚟正面嘅影響。唔怪得知中國嘅諺語都話：浪子回頭金不換。喺紐西蘭嘅華人圈子為人熟悉嘅李顯寧，本來只係一位普通嘅教師。咁我就寫咗一系列嘅旅遊書，嗰本書一出咧就哇，真係嗰啲人搶購。而一次嘅極地探險之旅，更加令到佢同死亡擦身而過。原來天主係有咁好嘅安排俾我嘅。究竟天主點樣帶領李顯寧活出佢嘅姿彩人生呢？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愛常傳，歡迎大家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感受或者故事，同時亦請收聽我哋逢星期六嘅電台節目愛生命。要購買天主教書籍同信仰靈修禮品，請嚟我哋嘅生命恩泉書社參觀選購。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